昏暗的房间，我几近痴迷地看着宋时琛。他从昏睡中醒来，月光落在他优越的眉骨上，只是那双漂亮的眸子没有焦距。宋时琛缓缓撑起身子，风光霁月的脸附上几分茫然。嫣嫣，是你吗？我莫名有些紧张，咽了咽口水，轻声开口。哥哥，你别害怕。他微妙地顿了一下，聪明如他，不会想不到是我给他下了药。嫣嫣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宋时琛的声音依旧温柔，却带着如叹息般的无奈。我瞬间眼眶泛酸，这么多天的委屈如潮水般涌来。哥哥，为什么你要躲着我？为什么要去相亲？我边说边哽咽，几乎泣不成声。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？宋时琛愣了几秒，无奈的沈笑。过来，站这么远，哥哥抱不到你。我擦了擦眼泪，缓缓朝他走过去。他轻柔地将我抱进怀里，熟练地替我擦拭眼泪。刚过完18岁成人礼，都长大了，怎么还是这么爱哭？是啊，今天是我18岁成人礼。这段时间他总是不着家，像是躲着我似的。好不容易今天能够见到他，我紧张的坐立难安，满脑子都是今天的裙子漂不漂亮，妆容够不够惊艳，发型有没有乱。宋时琛终于来了，还没等我露出笑脸，就看到了挽着他的红裙女人。这是爸妈给他找的相亲对象，江疏。他们第一次相亲，我故意跟着宋时琛去搞破坏。趁他去洗手间的时候，我靠近江疏，神秘兮兮的说他坏话。姐姐，别看我哥帅，但他在家又懒又馋，还不洗袜子。江疏扑哧笑出声，他撩了撩头发，媚眼如丝。是吗？我觉得挺可爱的呀。我咬牙切齿，我哥是个盲人，他给不了你幸福的。空气凝滞了，他缓缓勾起笑，上下打量我，那双眼睛像是看透了我难以启齿的内心。在他的视线下，我的局促、紧张、口是心非，一切都无处遁形。你哥哥回来了。他笑着朝我身后扬了扬下巴。宋时琛就站在我身后，脸上没有表情。一瞬间，我浑身的血液像是凝固般，让我无法呼吸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踌躇开口，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说你坏话的，我只是什么呢？只是对自己哥哥那可笑的占有欲，连我自己都说不清。宋时琛像往常一样揉了揉我的发顶，唇角笑容依旧。哥哥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能告诉我为什么不喜欢江疏姐姐吗？我垂下眸子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不是不喜欢，而是怕你喜欢。江疏美得无可挑剔，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，任谁看到她和宋时琛都会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在他面前，我像个阴暗的生物，极力隐藏自己见不得光的心思。我抿了抿唇，试探他，哥哥，你喜欢他吗？宋时琛顿了2秒，语气轻柔，你希望我喜欢他吗？这一刻，我甚至以为他窥见了我的内心，心脏剧烈跳动。我突然就想一股脑全部说出来。他打断了我，嫣嫣不喜欢也没关系，哥哥再给你找一个满意的嫂子，怎么样？以你的心思被打碎，成了我和他之间无法跨越的天堑。我说，好。宋时琛任由江疏挽着他的手臂，江疏笑着在他耳边说些什么，他也温柔的俯身倾听，像极了一对亲密无间的情侣。可他以前明明是讨厌所有人的触碰的，除了我。那是你的嫂子吗？和你哥简直就是一对璧人，俊男靓女，太般配了吧。朋友们纷纷凑到我身边，热闹无比。可我定定看着他们，一颗心如坠冰窟。江疏巧笑嫣然，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万千风情。他送了我一双高跟鞋，妹妹，今天是你的成人礼，希望你以后都能一帆风顺。我将笑着接过，谢谢姐姐，你和哥哥在谈恋爱吗？他不好意思的抿了抿唇，罕见的露出了小女生的神态，脸颊爬上一抹红晕。还没呢，你哥挺难搞的，不过我会努力的。我的视线一直落在宋时琛身上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无奈的冲他勾了勾唇，竟然品出了一丝宠溺。我猛地攥紧身侧的裙摆，几乎快要维持不住脸上的笑意，内心的惊涛骇浪骤然掀起，
我无法再欺骗自己了。看到他和其他女人站在一起，我极度的发狂。我喜欢哥哥，喜欢到快要发疯。于是我给他下了药，将他送到了我为他精心打造的别墅里。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计划。宋时琛显然不知道，乖巧的妹妹竟然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只是短暂的收起了自己的优獠牙，以天真的伪装示人。他像小时候一样轻拍我的后背，醇厚的嗓音萦绕在耳畔。哥哥没有躲着你，别多想了，乖一点。我抽泣着问他，那你和江叔怎么回事？难道你真的打算跟他谈恋爱吗？宋时琛微妙的默了片刻。江叔挺好的，爸妈也喜欢他，我想着试试看。微哑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不真实，又像是某种对我阴暗心思的警告和宣判。极度的压抑，最后一定是反噬般的宣泄。此刻，我竟然无比庆幸这个决定。漫长的沉默过后，我突兀的笑了一声。哥哥，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哦。他茫然的看向我，嘴唇翕动，在月光下显得苍白孱弱。这是哪里？他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这是我们的家。宋时琛，嫣嫣，别闹。他喉结滑动，罕见地带了些严肃。我用指尖抚上他的眼睛，长睫轻颤，平添一丝破碎感。哥哥，我18岁了，不要再用哄小孩的语气跟我说话。宋时琛攥住我的手腕，仰头看我，灰暗无神的眸子倒映出我的影子。不管你几岁，你永远是我的妹妹。声音急促，带着警告和提醒。我静静看着他，蓦地笑了。你是知道我的心思的吧？嫣嫣，他的语气陡然严厉。我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感到一丝甜意。哥哥，你是不是也有点喜欢我？他明明知道我的心思，还纵容我靠近他。我不信他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别过头，斩钉截铁地说，没有。似乎觉得不够，还添上一句，从来没有。说谎。他刚刚又在揉搓食指。每次我犯错，哥哥替我背锅，就会下意识做这个动作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心里灌进了蜜。宋时琛微微蹙眉，你笑什么？当然是笑你的口是心非呀，哥哥。不过我不敢说出口，不然他肯定会恼羞成怒。借着月光，我颤抖又虔诚地吻上他的唇，温热的触感转瞬即逝。宋时琛猛地僵住，半晌，他的声线带着无力的颤抖。宋嫣嫣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我抚上他潮红的双眼，叹息一声。哥哥，你只能是我的。宋时琛说，嫣嫣，我像是第一次认识你。我回答他，哥哥，这才是真正的我呀。8岁那年，我在游乐场被人贩子拐卖到乡下，那对夫妻对我动辄打骂，他家的儿子还对我意图不轨。我被救出来后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小可怜，那家人疯的疯，残的残，没人知道那是我的杰作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个正常人，直到被拐2年回家后，家里多了个哥哥，双目失明，但生得极为漂亮。他对我很好，像是鸠占鹊巢后的尽力补偿。我饶有兴致地扮演一个单纯善良的妹妹，想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露出马脚。可是这一演就是8年，宋时琛对我温柔的不可思议2平方。他知道我的一切从细枝末节中透露的喜恶，这是忙碌的父母不能做到的。他们经常夸赞宋时琛，嫣嫣有个这么好的哥哥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宋时琛是他们从福利院收养的，没人愿意收养一个眼盲的孩子。父母看见他，就想到了被拐卖的我，于是将他接回了家，就当是一份寄托。在宋时琛身边，那些心理上扭曲的恶意渐渐消融，我从未感到如此安定，仿佛真的成了一个正常人。只有在宋时琛被欺负的时候，我才会再次亮出獠牙。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那些仗着他看不见朝他扔石子的小孩，第2天全都被迫转学。那些恶意将他推下楼梯的人，晚上在巷子里被发现时半死不活。从此之后，再也没人敢惹他。原本以为我和宋时琛会一直这样相处下去，直到江叔的出现，我终于意识到，宋时琛即将不再属于我一个人，他迟早会跟别的女人结婚生子。想到这里，我就心如刀绞，彻夜难眠。妈妈说要给他相亲，我下意识接了一句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
话一出口，我和他都愣住了。从这之后，宋时琛就开始不着家。我当然知道这其中有妈妈的受益，可这个念头如同复古之居一样，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一旦生了根，就再也不可控。是啊，为什么我和宋时琛不可以？扭曲的偏执和令人害怕的占有欲源源不断的冒出来。在看到江疏挽着他的那一刻到达顶峰，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人，所以哥哥只能是我的。我收了他的手机，并且告诉爸妈他最近有事，暂时不要联系。他们不疑有他，毕竟哥哥从不让他们担心。宋时琛开始和我冷战，不肯跟我说话，也不肯吃饭。宋嫣嫣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他嗓音沙哑，脸色苍白，带着深深的自我厌弃。我叹了口气，不是说了吗？我只想要你，我们是兄妹，这是不允许的。那又怎样？又不是亲的，顶多算青梅竹马。他无话可说，只能用绝食表示抗议。但是我只用了一招。你不吃饭，是想让我嘴对嘴喂你吗？宋时琛怕我真这么做，只能屈辱的进食。我带他去湖边的长椅晒太阳，给他念书。哥哥，你小时候总是给我说晚安故事，现在我给你讲。他冷漠不语，我也不在意，自顾自地说。房子里到处都摆满了他喜欢的百合花，我同样记得他的所有喜好。宋时琛房间的浴室也是1比1按照家里的浴室装修，所有的东西都按照原位摆放。这个别墅是我预谋已久的成果。我以为久而久之，宋时琛自然会接受我，只要他点头，我总有方法能搞定爸妈。可是1周过去，他却越来越消瘦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跑，脸色苍白如纸，眉眼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郁色。我心慌无比，眼泪在一瞬间掉了下来。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到底哪里不好？他淡淡开口，你要明白，我们只能是兄妹。又是这句话。宋时琛对我再也不复从前的温柔，这几天我见识到了他极致的冷漠。我又开始陷入黑暗的情绪，无助和茫然紧紧把我包裹着。是不是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？我太害怕了，只想暂时逃避让我痛苦的根源。石兰到酒吧的时候，我正在不停给自己灌酒。她和我一样，都为情所困。明明自己是京圈大小姐，要什么男人没有，偏偏爱上了那个许家二世祖。酒意上头，我委屈不已。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迈出这一步呢？明明他也喜欢我。不，我不敢确定了。石兰静静地喝了一杯酒。她说，你真的喜欢他？不是单纯的占有欲。我愣了很久，缓缓点头。只有宋时琛能让我躁动的心平静下来，也能让他掀起惊涛骇浪。喜欢一个人，不是像你一样用强硬的手段把他禁锢住，真正的喜欢是尊重。我蓦地起了无名火，你给许晨烨自由，你看他喜欢你吗？他在给你戴绿帽啊。他不再说话，眼里含着清冷，开始跟我一起喝闷酒。离开的时候，他拉着摇摇晃晃的我，语气严肃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就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我哼笑一声，摆摆手往前走。江疏送的那双高跟鞋真的不适合我，短短1晚上就磨了个血泡。我脱下高跟鞋，光着脚在路灯下摇摇晃晃哼着歌，足尖旋转跳跃，回忆起跟宋时琛一起跳的第一支舞。那时的我们多快乐呀！回到别墅，佣人神色慌张地告诉我，宋时琛逃跑了。我调开监控，一辆白色的宝马在别墅门口缓缓停下，那是江疏的车。他上车的动作一气呵成，哪里有半分眼盲的样子。我毫无征兆的大笑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流。一股毁灭性的怒意不断将我淹没，可石兰的话却如惊雷般骤然在脑海里响起。真正的喜欢是尊重。哥哥，你宁愿骗我，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无力的仰躺在椅子上，自嘲的扯开唇角。如果我的感情对你是一种痛苦，如果逃离我身边是你的意愿，那我放过你。我买了出国的机票，没有跟任何人道别。爸妈本就想让我出国留学，也算遂了他们的意。一晃就是4年。再次见到宋时琛，是在我回国的接风宴上。
他一身笔挺西装，隔着人群跟我遥遥相望，那双眸子晦暗深邃，让人看不透。多年不见，他褪去青涩，变得成熟隐忍，温柔的眉眼多了几分锋利。他没有接手家里的公司，而是自己创业，顺利的开拓了自己的商业版图。摇身一变，从让人惋惜的盲眼天才，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圈新贵。我有些怔愣，耳廓骤然响起一道轻佻的笑声。你喜欢那个男人？是肯定句。陆昭渊眼里满是意味深长，我瞬间回神，不善地盯着他。在国外的这几年，我每周都去看心理医生，其实效果并不显著，但我很认真按照医嘱去学习，看风景，交朋友，认真的将宋时琛从我的生命中剔除。陆昭渊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生活中，他恰好是心理医生的侄子，又跟我是同一个学校，为人放荡轻佻，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勤，这是我对他的印象。可他自愿当我的向导，带我去认识各种各样的朋友，美其名曰替小姨监督病人，无所谓，我又不亏。可这监督就是4年，还死皮赖脸的跟我回国。回国飞机上，我狐疑的盯着他，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他一口汽水喷了出来，眼底满是不可置信，仿佛我在说什么天大的笑话。你什么时候有的妄想症？我能看上你这个对我爱答不理，脾气又臭的大小姐？拜托，我不是受虐狂。我收回视线，记住你说的话。陆昭渊轻嗤一声，将头转向窗外。宋时琛抬脚朝我走过来，脸色微沉。我轻轻挽上陆昭渊的手臂，他瞬间僵硬。别推开我，陪我演场戏。我低声说。久别重逢，没想到是这样的场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绽开一个没有破绽的笑容。哥，好久不见。他紧紧盯着我挽住陆昭渊的那只手，唇角毫无笑意。嫣嫣，他是谁？熟悉的声音，我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心跳。下一秒，陆昭渊揽住我的肩膀，笑得吊儿郎当。嫣嫣，这就是咱哥吧？我叫陆昭渊。他侧过脸看我，是嫣嫣的追求者。宋时琛呵了一声，我从没在他脸上见到过这么冰冷又嘲讽的表情。陆家小儿子，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你怎么配得上嫣嫣？他浑不在意，嗨，以前不懂事，今后我一定认真追求嫣嫣，只爱她一个人。我缄默不语，空气中的硝烟味越来越重。我扯过陆昭渊，对宋时琛说，哥，我们待会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语气客套又疏离。陆昭渊朝他扬起得意的笑容，宋时琛瞬间握紧了拳。他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没再开口。出来后，我甩开陆昭渊的手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为什么再见面，这颗心还是会为他悸动？为什么看见他紧皱的眉头，还是会心疼的喘不上气？为什么那些被我死死压抑的思念和爱意，在见到他时像找到主人一样疯狂叫嚣？陆昭渊收了笑，一下一下轻拍我的背。瞧你那点出息。我自嘲的开口，我是没出息，你要笑就笑吧。他沉默很久，低声说，不笑你，带你去个地方。陆昭渊买了几罐啤酒，带我来江边吹风。还是这玩意带劲，干杯。潮湿的晚风吹在脸上，带来丝丝凉意。宋嫣嫣，你知道为什么小白兔不嫁给斑马吗？我灌了口啤酒，因为兔妈妈说纹身不是好孩子。哈哈哈哈哈，你怎么知道？他笑得前仰后合，我给他一个看傻子的眼神。这个冷笑话你已经说了3遍了，约的女生太多，记不清了是吧？他摸了摸鼻子，一脸尴尬。看到陆昭渊吃瘪的样子，我扑哧笑了出来。他瞪了我一眼，发现我笑得更大声，他也绷不住笑了，像2个疯子。谁也没有注意，不远处停了一辆黑色的车。在浓重的夜色中，兔显得格外孤寂。回到家，已经是深夜，灯光骤然亮起，宋时琛坐在沙发上，像一座石雕。心脏猛地一跳，我试探着开口，哥，爸妈呢？睡了。声音带着疲惫的沙哑。哦，那你也早点睡，我先回房了。嫣嫣，过来。瞬间，我的双腿像灌了铅，再也走不动一步。我怔怔看着他，没有开口。宋时琛无奈的笑了笑，
站起身走到我旁边，像以前一样揉了揉我的发顶，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。没良心的，4年都不跟哥哥联系。我垂下眼，鼻尖泛酸，他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的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？我偏不要。哥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你别跟我计较呗。还有哥，你眼睛好了，我很开心。我仰起头，笑容纯粹，作为一个妹妹的身份。他唇角的弧度僵住，空气有一瞬间的凝滞。宋时琛静静看着我，眼神幽深，像是风平浪静下的海面下，某种情绪暗潮汹涌，呼之欲出。我的心不争气的越跳越快，只能听到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。每一秒于我而言都是折磨。他终于缓缓开口，温和中带着一丝诘问：你和陆昭渊是怎么回事？我眼睫轻颤，像是一把刀贴着我的心脏来回滑动，就是不落下来。莫名起了火气，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像你看到的那样，他在追我。宋时琛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那你呢？怎么想？我觉得他挺好的，也知根知底。他骤然打断我，知根知底。我怒视着他，少阴阳怪气，你就是对他有偏见。不等他开口，我就跑上了楼。4年不见，宋时琛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第二天下楼，爸爸和宋时琛一丝不苟地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妈妈正在泡茶，看见我下楼后，笑着跟我招手：嫣嫣起床了，快换身衣服，你哥说带你去玩。我狐疑地瞥了宋时琛一眼，他淡定地喝了口水，完全没有要解释的意思。不去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去玩什么？爸爸放下报纸，你哥给你订了你爱吃的那家私厨，也不去。偏偏宋时琛还劝他，笑意温和：嫣嫣不去就算了，只是要等到3个月后才能预约上了。我屈辱开口：我去，那家私厨菜我想吃很久了。宋时琛浅浅勾起嘴角，老夫妻更是笑得欣慰。家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好奇怪，他们3个像达成了什么协议一样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我狐疑地看着妈妈，她不是应该反对我和宋时琛单独在一起吗？为什么态度骤然发生了改变？对于我疑惑的眼神，她轻轻咳了一声，移开了视线。一股无名火直冒，又找不到理由发泄，令我憋屈不已。于是我将矛头对准了宋时琛。哪有人带妹妹玩穿一身黑西装的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我爸呢。全家人嘴角笑容凝固，只有我爽了。宋时琛也不生气，纵容地站起身，温声说：那嫣嫣喜欢什么样的？哥哥去换。喜欢陆昭渊那样的。他终于笑不出来了。一出家门，发现陆昭渊就坐在楼梯上，旁边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江疏。我下意识收紧手指，他却没有半分阴霾，从容地笑着跟我打招呼：嫣嫣，好久不见啊，今天真漂亮。我不动声色，谢谢江姐姐。她一身素色长裙搭配针织开衫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美的攻击性十足，现在周身气质变得更加温和，像一朵红玫瑰蜕变成了白蔷薇。我知道她是冲着宋时琛来的。京圈人人皆知，江疏追了宋时琛整整4年，高调的轰轰烈烈，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，甚至有人在打赌京圈玫瑰什么时候能拿下宋时琛这朵高岭之花。心情微妙的变得有些差。陆昭渊上下打量宋时琛，适时开口：咱哥今天不穿西装了，想体验一把年轻人的生活。不像你的风格呀。确实，他穿了一件白色连帽卫衣和牛仔裤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衣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大学生呢。真是老黄瓜刷绿漆，装嫩。宋时琛淡淡瞥了他一眼，勾起一抹锐利的弧度。嫣嫣喜欢。把陆昭渊结结实实噎了一嘴。江疏笑容有些勉强：我今天是来拜访你们的，你和嫣嫣要出去吗？那江疏还想说什么，被陆昭渊打断了。那哥，你和江疏姐回家吧，我带嫣嫣去玩就行。我俩年轻人，可能跟你有代沟。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宋时琛嘴角的笑意渐渐消失，他侧头盯了我几秒。嫣嫣怎么说，要跟他走吗？他还低声补充一句，这小子可没有那家私厨的预定，考虑清楚，则只会威胁人。
那干脆我们4个一起去吧，人多热闹。那就都别玩了。游乐场门口，我们4个人面面相觑。陆昭渊神色嫌弃，我还以为什么好地方呢，就这。宋时琛不善地抿了抿唇，不想玩可以先走。走就走，嫣嫣，我带你去别的地方，绝对比这好玩。我盯着旁边一家大型密室，走不动道，来都来了，玩密室逃脱吧。我一直偏爱鬼屋和密室这一类真人逃脱游戏。我没意见。江叔站在宋时琛旁边，笑容恬淡。在看不见的角度，宋时琛眼里露出了浅浅的笑意。老板提议我们分为2组，陆昭渊率先抓着我的手腕往前走，我跟嫣嫣一组。我回过头，江叔仰头看着宋时琛，眸光微漾，满是掩饰不住的爱意。宋时琛垂着眼，看不清神色。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悸，胸口又闷又涩，几乎快喘不上来气。那股压抑很久的占有欲又开始上涌，快失了智。陆昭渊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，宋嫣嫣，看路，别回头。我骤然清醒，攥得发白的手指缓缓松开。是啊，别回头。密室里，我沉迷于解密。陆昭渊懒洋洋的开口，喂，急着出去干嘛？这样很没有参与感。我下意识接了一句，哥哥最怕鬼了，我怕 NPC 吓到他。是的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小时候我仗着他看不见装鬼吓他。他脸上血色尽退，豆大的冷汗不断从额角滑落，明明害怕的要死，却一声都不肯吭，还在安慰身为罪魁祸首的我，嫣嫣，别害怕，哥哥保护你。后来妈妈告诉我，宋时琛在福利院经常被其他小孩这样欺负，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惧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这样吓过他。可是我现在竟然差点忘了。陆昭渊默然片刻，密室里瞬间安静下来。我顿了顿，轻声道，只是对家人的关心而已，仅此而已。他叹了口气，朝摄像头挥了挥手。密室大门打开，走吧，去看看咱哥有没有被吓死。我们通过监视屏看到了宋时琛和江叔的情况。一个 NPC 突然出现，江叔吓得扑向了宋时琛。他拉着他的手腕，将他护在身后，低声安慰他。工作人员小声惊叹，这对情侣太养眼了。NPC 快去吓那个女孩，给我狠狠抱在一起。我机械地扯了扯唇角，屏幕中他没有半分害怕的样子。是我杞人忧天了。陆昭渊抱着胸哼笑一声，还担心他呢，人家美人在怀，多惬意。他们出来后，江叔脸颊微红，笑容多了一丝甜蜜。他看向我，嫣嫣，你们怎么这么快？当然是我们配合默契呀。陆昭渊接过话头，我垂下眼，微微点头。宋时琛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我。工作人员笑嘻嘻的凑过来，看向宋时琛和江叔，你们好般配呀。他们刚刚在监视屏那边看了你们很久呢。江叔垂下眼没说话，脸色泛着红晕。宋时琛紧紧盯着我，喉结上下滑动，我竟然从他微暗的眼神中看出几分慌乱。他立即否认，神情严肃，不是情侣，只是稍微扶了一下，别让人误会。工作人员讪笑着应了一声，悻悻离开。陆昭渊皮笑肉不笑的嗤了一声，怕谁误会呀？宋时琛薄唇紧抿，就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，心跳霎时漏了一拍，又开始不受控的加速。解释就解释，盯着我干什么？江叔脸色有些发白，他满是复杂的看了我一眼，了然、失落、痛苦、羡慕，最终都化为一抹苦笑。从密室出来后，宋时琛像是跟陆昭渊杠上了一样。商场里，陆昭渊给我挑了条裙子和一双高跟鞋。宋时琛说，嫣嫣从来不穿这么花的裙子和高跟鞋，她偏爱素色裙和平底鞋。饭桌上，陆昭渊给我夹了块鱼肉，他垂眸低笑，用公筷将鱼肉夹了出来，像是在嘲笑他的不自量力。无视陆昭渊黑沉的脸，他愉悦的开口，嫣嫣从来不吃鱼，这都不知道，还敢说在追他。陆昭渊扯开唇角，了解他的喜好又有什么用？你给得了他想要的吗？饭桌上顿时沉默下来，让局面陷入尴尬的人又像没事人一样笑得散漫。谢谢哥告诉我这些，
我会记住的，放心吧。我猛地站起身，椅子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我去趟洗手间，再不离开这里，我怕自己会失控。宋时琛是很了解我，也知道我想要什么，可他给不了。现在又在做什么呢？明明我已经决定放弃了，为什么又要主动凑过来？我看不懂他了。往脸上狠狠泼了一盆水，冰冷的感觉终于让我有了些实感。抬起头，江疏的身影出现在了镜子前，他始终噙着笑意，像是不会生气一样。我朝他点点头，正准备离开，他突然说了一句，我放弃宋时琛了。我以为是幻听，追问，你说什么？他没再开口，洗完手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嫣嫣，我先走了，你替我跟他们说一声，下次见。我沉默2秒，说了一声好。他离开的背影仿佛带着洒脱和释然。嫣嫣，该回家了。宋时琛轻轻扬唇，眉眼温柔，向我伸出了手。我有些恍惚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我们的感情好到容不下第三人。陆昭渊挡在我面前，毫不退让地看着他。不好意思啊，嫣嫣说好了，今晚要跟我走，只是一起去参加石兰组的局而已，有必要说成这样？宋时琛果然脸色微沉，那双黑眸紧紧盯着我，声音带着极强的压迫感。嫣嫣，是吗？我气势瞬间弱了半截，硬着头皮回答。哥，今晚我晚点回家。陆昭渊笑得欠揍，我狠狠瞪了他一眼。我们掠过宋时琛往前走，始终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。宋时琛僵在原地，自嘲的沈笑一声，却慢慢红了眼眶。路灯下，陆昭渊嘴角始终噙着愉悦的笑意，有一下没一下地踢着路上的石子。我看不下去了，皱眉问他，你高兴什么呢？他轻咳一声，就高兴，你管我？石兰如今已经把前夫哥许晨烨甩了。我跟他碰了个杯，调笑道，早就让你把那脏黄瓜踹了，现在的小奶狗多好。他噙着笑，反将一军。那你呢？这次回来是和旧人再续前缘，还是？石兰歪了个头，朝陆昭渊的方向挑了挑眉。我顺着看过去，恰好和陆昭渊的视线撞上。昏暗闪烁的灯光将他的神色映衬得晦暗不明。我收回视线，这事儿荒唐的让我笑出了声。他怎么可能？还是你觉得浪子会为了某个女人回头？石兰敛了笑，摆摆手示意投降。行了，巧舌如簧，说不过你。这几年你哥身边没有女人，我都替你看着呢。我垂下眸，谁管他？口是心非。我灌了一大口酒，就算他不喜欢江疏又怎么样？曾经那么决绝，难不成现在后悔了？我宋嫣嫣不是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。3大杯烈酒下肚，我已经开始昏昏沉沉。最后的记忆是石兰意味深长的表情。我艰难地睁开眼，随即是宿醉后的头痛欲裂。下意识往床头柜摸，放着一杯温热的蜂蜜水。喝完后终于意识到，这不是家里，不，或者说是相对陌生的家。这不是我自己的别墅吗？门被推开，宋时琛边系衬衫袖口边抬脚走进来。裁剪得当的衬衫完美勾勒出他精瘦的腰身。我下意识咽了咽口水，试探开口。哥，我怎么在这？他揉了揉我的脑袋，笑容宠溺，又莫名带着几分斯文败类的味道。这不是我们家吗？我思考了2秒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？哥，以前的事是我不错了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了。宋时琛含笑不语，黑沉沉的眸色看得我发毛。他声音低哑，不，你没错，是哥哥错了。哥哥当初不该不告而别，眼睛好了也不该瞒着你。他俯下身，温热的气息洒在我的脸上。嫣嫣，我是真的后悔了。我往后缩了缩，哥，你离我远点，为什么不叫哥哥了？我别过头，不想叫。他凑得更近，我甚至能看到他脸上细小的绒毛。生我的气？他顿了片刻，缓缓开口，也对，嫣嫣生气是应该的。哥，你别这样，我会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这么近的距离，这么暧昧的话语，那我当初彻夜难眠的夜晚又算什么？我毫无征兆的掉了眼泪。宋时琛眼里闪过慌乱，他手足无措的替我擦泪。
嫣嫣别哭，哥哥不该逼你。我抽噎着看向他，是你说我们只能是兄妹的，明明是你说的。宋时琛垂下眸子，轻抚泪痕的手指开始微微颤抖。他哑了嗓音，嫣嫣，哥哥真的后悔了。从离开这里的那一刻，我就后悔了。这下换我跟他冷战了。宋时琛收了我的手机，连那套敷衍爸妈的说辞都一模一样。但我可没这么乖，他不让我干什么，我就非得干什么。怕我着凉，不让光脚踩地板，我就非得光脚走路。结果他隔天就给我装了地毯。我不愿意吃饭，他就好整以暇的看着我。嫣嫣，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逼我吃饭的吗？要哥哥也这样喂你？我拿起枕头狠狠砸向他，闭嘴。宋时琛笑容依旧温柔，但却多了几分令人无可奈何的强势。被关在这里的1周里，我摔杯子，砸饭碗，把他平常看的书撕碎，这么多年的乖乖女滤镜被我砸了稀碎。但我很开心，把这4年压抑的情绪和恶意全部宣泄在宋时琛身上。他照单全收，一句抱怨都没有，亲手帮我捡地上的碎玻璃，饭摔在地上他就转身去厨房重做。宋时琛对我百般纵容，无论我做什么都激怒不了他，甚至像哄小孩一样夸我做得好。确实，我不仅没有消瘦，反而胖了2斤。看到他游刃有余的样子，我还是很不爽。久违的疯狂在我心里渐渐滋生。又一次摔碎杯子后，我当着他的面光脚踩了上去，钻心的疼痛袭来，血流了一地。我缓缓勾起嘴角，恶劣的欣赏宋时琛的表情。他愣在原地，眼眶迅速泛红，快步过来将我打横抱起，呼吸急促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将我放在沙发上后，他颤抖地掏出手机给家庭医生打电话，手忙脚乱地找出医疗箱帮我包扎。我终于如愿看到他慌乱不堪的样子，可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反而心里泛起了丝丝疼意。我讷讷开口，哥哥，别生气，我错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睫湿润泛红，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失控狼狈的样子。宋嫣嫣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要是不开心，可以砸东西，可以发泄在我身上，我都由着你，但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？我嘴唇微微颤抖，说不出一个字。片刻后，他颓然地坐在我对面，双手捂着脸，破碎的字句从喉间溢出。怪我，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小疯子，是我的错，哥哥，不是你的错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可看到他的样子，我却怎么都开不了口。医生来得很快，他说不严重，伤口不要沾水，养几天就好了。可宋时琛始终紧紧蹙眉，丝毫没有松口气的感觉。他不再跟我说话，冷着一张脸，却依旧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也更加强势，抱我上下床，喂我吃饭，事事亲力亲为。我没来由的感到心慌。他继续骂我，凶我，都好过不理我。曾经无助茫然的情绪再度涌上来，某根弦快要崩断了。晚上，他将我抱上床后起身的那一刻，我环住了他的脖颈。哥哥，不要不理我，我知道错了，做错事的是我，感到委屈的也是我。情绪骤然崩溃，眼泪说掉就掉。你不理我，我都快疯了。宋时琛下颌紧绷，声音沙哑至极。宋嫣嫣，放手。我抱得更紧，不放。他抬起一只手熄了灯，房间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寂静的夜里，两人的心跳声越来越明显。长久的沉默对峙过后，我听见一声低沉的叹息。宋嫣嫣，不能后悔了。下一秒，一个轻柔的吻落在我的唇上，唇齿撕磨，力度渐渐加重，像狂风暴雨般汹涌。我颤抖着闭上眼睛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。炙热的温度传进心里，融化了那层欲盖弥彰的保护壳。陆昭渊闯进来的时候，宋时琛正在给我拆绷带。他沉着脸，我也不敢吭声。宋时琛，你居然敢囚禁你妹妹，你还是人吗？看到我的伤口后，他更是怒气上头，冲过来狠狠打了宋时琛一拳。宋时琛也不躲，结结实实的挨了这一拳。我急得跳下沙发，拦住陆昭渊。你打我哥干嘛？这伤不是他弄的。他不可置信的看着我，他都囚禁你，你还替他说话。我抿了抿唇，声音低了下去。
哪有囚禁，只是情侣间的小情趣罢了。宋时琛被打了还挺愉悦，低低笑出了声。陆昭渊唇角绷成一条锐利的直线，他看着我，眼眶渐渐红了。你们在一起了？声音带着不愿相信的轻颤。我走过去扶起宋时琛，理所当然地点点头。对，我们在一起了。陆昭渊忽然就像情绪崩溃似的。宋嫣嫣，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？你忘了国外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天天失眠，每周都去看心理医生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天天烦你吗？我就是怕你一个人想不开，在家里自杀。好不容易走出来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你要跟这个罪魁祸首在一起。我浑身一颤，不可抑制地想到了那段煎熬无比的日子。去国外后，我迅速消瘦，神思恍惚，一兔肚到了75斤。看见海和高楼，心里总有个声音在叫嚣着跳下去。看见刀就像是被蛊惑般，回过神来时已经满手是血。经常一个人发呆，陆昭渊来了才后知后觉，原来煤气没有关。在心理医生和陆昭渊的陪伴下，我才渐渐像个正常人。4年时间，我以为已经完全放下宋时琛了，结果在见到他的那一瞬间，全盘溃败。宋时琛嘴唇翕动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嗓音沙哑颤抖。嫣嫣，是真的吗？我扯出一抹安抚的笑。哥哥，我去送送他，等我回来。他静静看着我，手间的力度渐渐松开。好。一路上，我和陆昭渊之间只剩沉默。到了门口，我笑着对他说，陆昭渊，再见。他垂眸不语，却在我即将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死死按住大门，脸上尽是孤注一掷的绝望和急促。嫣嫣，能不能看看我？你看我们多合拍呀，我会说冷笑话，能带你到处兜风。虽然我不是很了解你的喜好，但你告诉我，说一遍我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以前花心，但是认识你之后，我再也没交过女朋友，我以后只爱你一个人，只对你一个人好，能不能也稍微喜欢我一下？我静静地看着他，轻声说，还记得你在飞机上说过什么吗？他瞬间愣住，力气渐渐被抽走。陆昭渊，你知道为什么优心理治疗对我没用吗？因为宋时琛才是能治好我的药，我们只能是朋友，对不起。合上门的那一刻，他的眼泪无力地滑落。回来时，宋时琛正拿着刀往自己手上划，鲜血染红了新铺的地毯。我叹了口气，拨打了家庭医生的电话。他问这次又是什么原因？我说哥哥在割腕，不过应该没割到动脉。他咬牙切齿地骂我们两个是疯子。我甚至笑出了声。确实，我是疯子，宋时琛也是疯子。我熟练地替他包扎伤口，他很乖，呆愣地看着我。嫣嫣，是你吗？还是我的幻觉？我又想叹气了。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偿还我曾经的痛苦吗？哥哥，不是让你等我回来吗？他猛地把我抱进怀里，浑身轻颤。我以为你跟他走了，不想要我秃了，以为我会跟他走，所以割腕时毫不犹豫，没有割到动脉，是不是带着一丝孤注一掷的希冀，在等我回来？我安抚地拍拍他的背，温声说，哥哥，我不会跟任何人走，我只爱你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听不到回应了。嫣嫣，我也爱你，会永远爱你。两个疯子，画地为牢，甘之如饴。家庭医生黑着脸来了，又黑着脸走了。他说再自残完就立马辞职。我和宋时琛再三保证，才勉强留住他。不疯了，我有哥哥了。我和宋时琛是牵着手回家的。意料之外的是，爸妈似乎没什么情绪波动。爸爸放下报纸，将宋时琛叫进了书房。我隐隐有些慌乱，他却给了我一个安抚的笑容。妈妈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良久，叹了口气。别担心，你爸不会为难他的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我怔愣地听他说出这段我毫不知情的往事。妈妈知道我的心思之后，想给我挑选联姻对象。他们不会允许宋时琛跟我在一起，因为他不仅是我的养兄，还是个盲人。宋时琛知道了这件事，他开始各处找能治眼睛的医生。恰好江叔认识一个老中医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，他渐渐能够看见一些模糊的轮廓。
在被我关在别墅的那段时间，他彻底恢复了光明。出去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那个老中医复查，得到确定的结论后，他去找了爸妈，甚至跪在地上求他们给他一个机会。爸妈终究心软了，但提出了严苛的条件，要他自己成立公司，并在5年内在商圈崭露头角。他答应了，还做到了。妈妈抹了把泪，那孩子真的不容易。你在国外这几年，其实你哥都有去偷偷看你，看到你过得好，他才能放下心。听完后，我的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止不住似的。原来宋时琛也在全心全意爱着我，原来他从来就没有退缩。回别墅的路上，我紧紧牵着他的手。爸爸都跟你说什么了？宋时琛无奈地看了我一眼。没骂我，放心吧，就是说了关于分户的事情。分户？当然，不然咱俩怎么结婚？也是。我停下来，执拗地看着他。你还答应他什么不平等条约了？他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发顶。别多想，爸只是让我入赘而已。入赘？他笑容愉悦，别觉得我吃亏，我求之不得。别忘了，你爸妈也是我爸妈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我叹了口气，你愿意就行。那嫣嫣，你什么时候愿意嫁给我？现在。话音刚落，一阵微风拂过，樱花落了满身。